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妈妈跟女儿的关系，因为这个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情况，还有你的想法是什么。好，你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想要聊这个话题呢？还是其实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因为我出国了，那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在困扰我的妈妈，也困扰我。对。所以我很想聊一聊，因为你也出国了，所以我想看看，哎，别的妈妈跟女儿有没有一样的问题？好，我们听听看，我觉得多多少少吧。嗯，对。好，那我们先大概说一下，你的妈妈的情况和我的妈妈的情况，好吗？好，你先说还是我先说？都可以，你先。我跟我妈妈是非常亲近的，因为我从小是在单身家庭里面长大的，就是我父母很早就没在一起了，离婚了。然后大概是我3岁的时候到11岁都是跟我妈妈生活在一起。当然11岁以后他又再婚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爸爸，我们的继父。也不算很亲近，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而且我又是最小的女儿，一般都会比较黏母亲，所以我跟妈妈是很亲近的，但不是那种依赖的亲近，就是很想跟她在一起，很喜欢她。但同时这样说，这样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很甜蜜，好像很理想，但实际上就是相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毕竟是2代人。然后我在做的事情或者我的想法，其实是跟他的认知差得很远的。他其实也没办法接受我像常年一直在国外，然后1年才回去一次，或者说是那些就是同龄人都在做的事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早点结婚生子，可能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在他期待的那个时候做，其实还是会有很多问题。明白。好，那我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我的爸爸妈妈没有离婚，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希望他们离婚。总是吵架吗？对哦，他们的关系是你可以想象中最糟糕的那种。对，然后我爸爸已经走了，那我妈妈现在差不多70岁左右，然后我的妈妈她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她是一个文盲。然后呢，虽然说她是一个文盲，但是我觉得她不傻，她是聪明的。对，聪明和受教育是两回，和受过教育是两回事，对吧？对，但是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她的想法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对，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别人一直说啊，现在你的女儿在外国，她不要你了，那我的妈妈可能她还能接受，但是因为别人一直说，所以她就很担心我真的不要她了。可怜的妈妈，老母亲。对，我的妈妈，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她是很可怜，因为她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自己的想法，她没有办法通过去看书去提高她的认知。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她把这个压力放到我这里，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烦，对不对？因为我不能完全一直说啊，你很可怜，所以我都理解。不是，有时候这个压力是真实的在你的身上的，所以你不可能，站在客观的角度说，哦，他很可怜，他没有办法嘛。嗯，对，这是背景，就是我觉得我的妈妈她比较局限，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她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自己的想法，她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对不对？对，我明白，其实我父母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你觉得你跟你妈妈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你一直在国外，你不能在身边，让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让她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是吗？现在来说，这个是最直观的问题。就现在，如果别人问我你和你妈妈的问题是什么，那肯定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我的妈妈她很好的一点是，她爱我是真的。她不是那种很想要控制你的那种妈妈。
我觉得我的妈妈她不是一个控制型的妈妈。以前我小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很叛逆的地方，就小时候没有什么需要叛逆的事情，对不对？但现在就是发现，哎，我不能够再那么听话，我需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那突然他们会觉得，哇哦，这个孩子怎么突然变得这变么了，对，奇怪？不要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可能就是细节是不一样，但大概情况也是，比如以前我妈就一直希望我能够在身边，最好找一个就是隔壁市的或隔壁县的人结婚了，然后当老师或者当护士、医生，就是比较稳定的职业。然后像我出国，他们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不希望我出国，可是他们同时意识到，就是我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控制不了，他们也管不了。但事实上，像这种情绪，我妈妈我觉得她是起起伏伏的，就是有时候她好像理解了，可是有时候可能就刷了个什么什么抖音视频，或者是邻居的老太太又来跟她聊聊天，她又觉得哎呀不行了，类似就是这种事情会有。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我真的不知道多少。我觉得就是两代人之间沟通是很困难，就是总是存在一个鸿沟，你不可能就是对等的，就是完全的彻底的沟通。我觉得这是几乎不存在的，尤其是像我们父母这样的背景。然后我觉得，嗯，而且对他们来说，让他们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难的。但至少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反应、这种做法后面的原因，比如像这个环境，还有像你说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等等。我觉得好像我们能做的就是更多的去理解他们，当然这会很难，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像你说真实的压力，一座山压在身上的感觉，为什么他们不能来理解我们？他活了那么那么长那么久了，但是事实上我真的觉得，像我说的，沟通是几乎不可能的。其次，只能我们去尽量就是在找到自己的生活平衡的同时去妥协他们。我是这么觉得的。大的方向我是不可能妥协的。我觉得你现在已经生活在新的国家了，所以大的方向没有办法妥协。但是我也不至于跟我的妈妈吵架。我觉得，我不会真的去做我不会给我妈妈带去那么直接的伤害，因为我觉得她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控制我，她的出发点是担心我，所以我理解这个。只是像你说的，我们真的因为两代人，然后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就真的没有办法做很有效的沟通。我的妈妈因为她没有受过教育，她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有一次，我们打电话，然后我的妈妈突然说：“你为什么在澳大利亚那么一个不好的国家？”就是她不懂，因为她觉得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中国和外国。对，所以她觉得中国很好，那外国一定不好。对，我妈也总是这么说，好吃好玩，亲人都在，又方便。因为他们以前吃了很多苦，所以他们感恩现在的生活。那我们这一代人更幸运，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还有另外一种活法，所以就是真的很难沟通。但是你也理解，可是压力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就找一个不要伤害到他，也不要伤害到你自己。对，但这本身是很难的，其实是我们自己要一直学，就是在经历中去总结跟学习的。对，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人生的课题，也是我妈妈人生的课题，对吧？对，像我最近具体一点的是，就我妈他们会因为一些面子的问题让我做什么，比如像别人家的孩子啊，或者我们讲一件比较具体的，就是比如像，我结婚了，对吗？然后其实我们是对这些就是完全不在意这些什么婚礼啊，这些什么宴席的。我们在爱沙尼亚请客也只请了20个人，就是身边的朋友。然后这次要回中国，我妈就说一定要给我们办宴席，然后我说我一定不办。然后其实最近因为这个闹了一点矛盾，
他们总是觉得，因为别人家都这样，就是几百年了都是这样，而且我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她已经吃了很多别人家的宴席，现在是时候还给他们了。那我就跟她说，我说那你觉得这个是你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然后她没回答，我说你觉得是你的事情，那你去办，我不会出现。那如果你觉得是我的事情，你让我来决定，那我的决定就是我不会办，因为其实婚礼这种事情，我已经在10年前我就告诉我的朋友，我不参加任何婚礼，因为我觉得婚礼是一件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请一大堆根本就不熟的人，一年可能就这一次见面机会，大家来不会真的在意谁结婚了，吃一顿饭就走了，而且你跟你的这些客人之间几乎是零交流、零沟通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意义。但像我们之前这个就是有一顿小的晚餐，也可以叫婚礼，有20个人，其实跟每个人还是有一些沟通交流的。你知道，就是他来，他真的在意你，你请他也是因为你在意这个人。那我觉得中国式婚礼不仅仅是中国，就现代式婚礼，就是那种摆大宴席的那种，我觉得是完全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试图跟我妈妈就是这么说，但是她也不太能理解，她总是把这个话题引回，就是大家都这么做，这是一个风俗。然后我又尽量告诉她，就是风俗是可以改变的。然后我问她，我说难道你就没有这种自信跟别人说一声我女儿不想要吗？她说没有。哇哦，你真的很有耐心。我觉得，从你问你妈妈这是你的事情还是她的事情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在沟通上真的很有智慧。可是也没有太大的用处。我知道，我可以想象。他们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对对，有时候可能父母他那会儿可能稍微有点明白，但是就像是他不能改变你一样，你也不能改变他。那我们就现在分享一下，就是跟妈妈之间开心的故事。我就是你这么问我，想到了2个瞬间，所以我都想分享，好吗？有一个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有一次我问我妈妈你多大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妈多大了。然后我妈告诉我35，我那时候好老啊，但是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妈妈几岁了。然后在那之后的有一天，就是我妈妈她生病了，没有去工作，没有去上班，然后我就在她的床边一整天，我让她吃东西，她说她吃不下，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如果你不吃，我也不吃，我就饿死算了。我才6岁哦，然后我妈就心都融化了，然后她就起来吃东西了。然后她现在她还记得这个瞬间，就是我们就是前几年我回去的时候，我们也会聊到这个。第二个就是我想到的瞬间，就是前2年我们回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回中国，我在美国住了几个月，然后倒时差嘛，就是早上的时候睡不着，就是3点、2点、3点就醒了，然后我就去我妈的房间，然后她听见我进来也醒了，然后她就睡不着，开始跟我聊天，就聊到天亮，就是一直聊到就是以前小的时候那些好笑的事情，然后2个人笑到肚子痛，笑到眼泪都流出来，然后就是聊了3个小时没有停的。然后觉得就是3个小时，就是不停的聊，不停的大笑，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种感觉。你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很好的女儿，对不对？可能我听了也会觉得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嗯，我不太确定。OK，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一直都印象很深刻的是，小时候我的牙齿不太好，那我常常会有牙痛的问题，然后我常常每天晚上就是会痛到哭，因为太痛了，牙痛嘛。然后我就记得，我的妈妈她看我牙痛，她就很心疼我，然后她就说，我真的是希望牙痛的那个人是我。然后因为那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对，然后我听到，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妈妈的那种爱是，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说，对不对？就是我相信在那一刻，他真的希望这个病痛是在他的身上的，
对，那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不需要别人告诉你妈妈的爱是什么，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对。然后最近有一件事情是我1、2年前给我妈妈买了一个很大的冰箱，然后这个冰箱被我嫂子拿走了，她没有问我的妈妈，对，她直接拿走了。然后呢，我又给我妈妈买了个冰箱。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在中国人里面，我觉得这个很少听到，就是他收到冰箱的时候，他很开心嘛，然后他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给他买了，然后我又给他买了一个，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啊，我收到冰箱了，非常好，谢谢你。然后我觉得妈妈好可爱，可爱哦。对，第一次跟我说谢谢你，虽然我每个月给他钱，但是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但是就是印象中是第一次他跟我说谢谢你，我觉得很可爱。可爱呀。对，你看，其实这个在外国的文化里面就是习以为常，每天说几十次的，但确实在中国我们不常说，尤其像我们的父母这一代，像我妈其实也不太经常说，她说的时候也是比较俏皮的语气，谢谢啊。对对对，我妈妈就是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你真的你愿意给你妈妈很多东西，对不对？就是如果能够让她觉得有安全感，能够让她觉得开心，我真的是愿意。我很希望我的妈妈，比如说她告诉我她想要什么，如果她说我想要去旅游，那我会马上说好，我给你出钱，你去。但是最难过的一点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是她不知道她要什么，另外一个是她知道了，她可能也觉得她不配这些东西。对，她会觉得我一个老人，我为什么要去旅游，对不对？她一定想，我觉得她一定想，她看到别人去旅游，她一定想，但是她会觉得她自己不配。我也问过我妈，就是其实我也有你这样的心理，其实我们真的很想满足他们，最好是他们有愿望。然后我也总是问我说，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从小到大就是有一件非常想做，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说，哎呀，哪有什么梦想啦，小时候吃饱就好啦。对，所以就很难过，就是你会觉得这就是我妈妈的一生了吗？她永远没有机会去做她想做的事情吗？就是她已经好像没有自我了。今天在这个视频里呢，我和素清老师分享了我们跟母亲跟妈妈的关系，发现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点，因为我们来自相同的背景或者是相似的背景，对吧？然后像我一再说，我真的觉得就是两代的人之间就是完全的对等的沟通和交流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做的，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人生的课题，也是我正在探讨的。我可能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设性的意见，但我觉得聆听，就是你去听他的需要，聆听是很重要的。好，我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对妈妈再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